你不应该做任何冲动的大决定，尤其是金钱上的决定。Buy now pay later 的机制啊，真的是害了很多年轻人。本来他们真的买不起这个东西的，但是无端端他们买得起了。只有下手去做，才能知道这个 idea 可行吗？每一个行业所有的资金都会流向最头部的那一个 player。第二名他拿到的资金是少98%都不一定。真正创业是很实际的，真的看到市场一个空缺，刚好你是 the best person to fill that market gap， 这样你去创业。好比你能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关于我，其实我想分3个阶段来说关于我自己。第一个代表我的一段话，我觉得是我从小都希望成为一个把一辈子活成 N 辈子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从小知道就是一辈子吧嘛，好像玩游戏这样，就是这一辈子吧。但是我从小都觉得好像身为演员的那些他们很酷，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一个人生的酸甜苦辣，这样会觉得哇很酷诶，就好像一辈子可以活成很多辈子 ，N 辈子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一直在探索了，就打很多份工就希望从每一份工里面可以体验到一些新的东西，推进我对世界的认知。大学毕业之前，我有参加其中一个比赛，叫做 CFA 的这个金融比赛，是一个国际比赛的。很幸运的，让那个比赛让我被我的第一个老板看中我的第一个老板是做这个 PE firm 的，我们就叫私募基金 （Private Equity）。那时候他是从这个比赛看中我，邀请我进入他的这一个公司工作。我的老板呢，就他有很多资金嘛，所以自然就很多人会来谈项目咯。所以我的角色呢，那时候是叫做 analyst 分析员，主要就是分析找上门的这些项目。他们可以是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的这些创业者，他们来到我们就要去了解，然后去做一些行业调研，然后我就推荐给我老板给个报告这样子。私募基金呢，通常都是靠上市去离场的 ，OK，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也学到一个公司怎样能慢慢做大做上市，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学到。不过后来我又想学，如果公司上市之后，其实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另外一个开始嘛。那时候很幸运的又是我的家乡怡保有一家公司非常争气，就上市了然后我就快点去面试，在那个上市公司，也就是它上市的第2个礼拜就 join 他们，所以就见证了一个公司刚刚从私人企业变成上市企业的整个转变。那时候我的职位是叫风险经理 ，OK， 所以可以看到的比较多，可以去不同部门去跟不同的部门经理谈天这样子啦。第2点呢，就是可以从我裸辞那边说起啦。一开始就是出来成立了一家叫做伯乐的 enterprise，OK， 1年后才升级成为 Sparta House St. Berhad。伯乐代表的你那个意义，你应该大概能了解，就是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为大家找到他的千里马，和为大家找到他的伯乐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过了1年，我觉得更加能代表我的精神的这一个东西是 Sparta 的精神，OK，Sparta 呢就是以前希腊的那个军队 ，OK， 300人战士这个故事大家都是一个能打10个的故事，而且当大家团结起来，他们那个 bond 呢是真的非常强，1+1不等于2，是1+1可能等于20、200这样子的一个厉害的称 house， OK， 那个字眼 Sparta House 的 house 主要就是一间屋子，大家就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照应互相就是支持对方去达成梦想。我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我们是专注帮有潜质的企业，而且想要融资的企业准备商业计划书的OK， 简称BP 或者 Business Plan。OK， 所以我们的公司在过去6年已经完成了超过300份计划书涉及超过20-30个行业吧。对。所以我们的客户呢，他在engage 我们的专业服务之后去融资，他们的成功率能大大提高。因为在一个统计调查，一个 Forbes 的调查里面他有讲，OK， 融资成功率其实是低于2%的。不过有经过我们专业服务之后的这些企业家，他去融资成功率是高达70%的。
所以这些年来加起来，我的客户呢，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呢，他们融资总共超过马币两个亿。第三个关于我的东西呢，其实是我是一个非常爱家的男人因为好像现在你知道我的家是住在怡保的，我的家和家人都在那里，我的大部分生意都是在 KL、槟城、柔佛，所以我永远都是一个在回家的路上的男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的客户、我的朋友，大家都懂了。讲哇，哈维你很享受驾车是吗？每一天加几百公里啊。不过我是非常的在其中啦，我很爱回家。对。那么哈维，你们服务过这么多的企业家，除了刚才你提到那一个融资计划书那方面的服务之外，还有其他的服务吗？有的，融资计划书只是一个我们开始专业服务的方式。OK， 在这个打造融资计划书的2个月8个礼拜的期间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机会跟创办人还有他们的团队交流嘛。OK， 交流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三观一致嘛。然后你的公司是不是真的那个商业模式是经得起考验的啊？然后你待人处事的方式啊，这些我们都能看得出，这些企业我们能不能跟他长期合作的？如果我们真心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项目，我们的圈子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找好项目的。投资者的烦恼是他们钱放着，不知道要投进什么项目。我们是从100个项目里面选1个项目，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numbers game， 我们说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就是根据投资者的这个喜好啊，他们的承担风险的这个能力啊，去推荐一些好的项目给他们，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桥梁。OK， 当然就是所以另外一方面，企业家其实也需要我们这个帮他们融资的这个服务，因为他们的时间应该花在去做项目，应该去天天推动 sales 推动 profit， 所以这些关于到 corporate exercise 的这些工作呢，其实也是很繁重，很多小细节要处理，很多文件要签，这些他就委托让我们这第三方去帮他们处理，而且他们也很自豪的可以跟他们说，我们不是老黄卖瓜，我们是委任了一个第三方，他们是比较客观的，他们比较专业的团队，就很顺其自然的。当你在了解，可能通过2个月时间了解，这个是好项目，这样自己也心郁郁想要投资一下，对，心郁郁一定有的。然后朋友圈子也一起来投资，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有时候我们只是可能通过一场的一个路演去了解那个人，那2个月是比较好的方式，通过交流啊，团队就了解了你提到刚才说三观是不是合。对，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一个路演的方式去让人家去了解一个项目，是很怎样讲，很表面的对但是我们做的呢，就是想要为这个金融业带来更多的快乐体验，我们要 bring joy into the finance world。OK， 所以我们做的呢，就是如果有一个菜园农场，它是种辣椒、茄子的，我们就会带朋友过去采茄子。如果是一个项目是做游艇的，大家去上游艇，出海看海，就边看海边聊，先体验一下现在非常简单的，吃喝玩乐的是最开心的，大家一起开心，然后在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近距离跟创办人聊天，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才去慢慢去了解这各种各样的细节、财务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比较 organic 自然的方式去做。你是90后对啊？对，92年 OK。 那么你刚才提到从你打工在transition 去创业的部分，你是几岁开始创业的呢？我是26岁开始创业的，那个时候我刚刚结婚注册1年，还没有摆酒的一个这样子的阶段，还算是蛮自由的。如果相对来说，现在已经有孩子有1男1女了，那个时候还算是有本钱创业的一个时候，而且老婆都非常支持。在你创业之前，刚才你提到的，在你 full time 去做那个PE的那些工作之前，其实你以前也做过很多的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么哈维，你能说一下以前你做 part time 的一些经历吗？我有站过帕迪尼，折衣服，服务来试衣服的人，OK，帮他们挑选衣服，
在试衣间那边帮你收掉你试好的衣服。OK， 我也有在月饼工厂跟外劳一起排站搓月饼。我也有在点心厨房里面跟甜甜妈厨画的师傅一起做点心。然后还有在冷气房就是那些办英国 visa 的，想要去英国工作读书的人办 visa 的这些 agency 里面去审核文件过后也有去做 event facilitator， 跑来跑去的那一种工作，还有展销会的销售员做 sales， 去卖东西、卖食物、卖拖把这样子。那其实你也体验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对对对，很开心的。其实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那个时候是读大学的时候，大学都是可能 sem break 或者有时候甚至是翘课去做工了。那么 Harvey， 你觉得刚才你提到你在做这么多 part time 的这个经历对你后来的发展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或影响吗？我觉得他这些经历让我成为一个更有韧性的人不是那个乱来的韧性而是那个一个导人的韧那个韧性resilience。 对 resilience， 或者英文字还可能是 grit 或者 flexibility 对 so想引用黄仁勋 NVIDIA 的老板的一番话。 OK， 他最近有跟一番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他有说到 I wish upon you suffering and pain， 类似这样的话。因为他讲因为他说 great character doesn't come from smart people smartness。我现在不太记得他的每一个字，不过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人经历痛苦还有就是不愉快经历之后，他才能塑造他的一个人格。而成功不是来自于你的小聪明，而是你的人格。对，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他能给到我的是这些有一些可能比较不顺利的经历，一些挫折，我就再看回他能塑造我蛮多的这个我现在的人格啦。因为那个时候你能想象我不怕跟你说，其实我从小呢，就是我父母都是老师嘛，所以他们呢很注重教育的。我从小到大的任务呢就是考好成绩。除了这一个任务，其实他们没给我其他任务了，其他时间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可以玩，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我能每一次考试考成绩。所以我是典型的一个 book smart 的人。 OK，所以我希望在可能就是离开家的那一个时候开始去 catch up 的东西是我的 street smart 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就有去参加各种活动或者去打这些 part time 工作都是为了去塑造我的这些人格做的。所以我在去到月饼厨房，我的动作其实是蛮笨拙的，所以整天就给师傅骂。然后做点心的时候也是手脚慢一些，人家就会骂你怎么这样不醒目的。或者同事也可能会觉得很好笑这个人他的动作。所以你没有话说嘛，就是你可能18岁以前你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可能现在你就只能进步咯，更醒目一点，懂得观言察色一点，这样你的工作也比较顺利这就是我在那段期间有学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思维，因为很多人可能我们说，可能有些人可能他们脸皮比较薄，他就说不要啦，这个等一下人家讲我，或者是可能被骂这样。你是逆向思维，是觉得说since 我需要去 build 我的 character， might as well 我去经过这种打磨。对对，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就是因为害怕谁不去，或者脸皮薄他不去尝试，但是其实更应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让自己脸皮变厚一点，然后去让一些被社会毒打一下，然后就能磨平你的棱角然后你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更加淡定更加 steady 的人。尤其年轻人，对，一开始会比较
可能比较冲动一点，对初生之犊不怕虎啊。对，这个气质是好的啊，不过要看什么时候你去把那个勇气 turn on 你那个 mode 那个去做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是需要沉稳的时候啊，像以前这些经历，它就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加 steady 的人。那么 Harvey，你从最初的做 part time 的这种经历，然后去做 full time 的工作打工，然后再到创业，甚至到现在的投资，那么我很好奇了，Harvey，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你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要怎样的方向了吗？我觉得我是先有一个大方向，还有一个概念，然后边走边做，慢慢去处理一些细节，慢慢去努力克服一些困难，这样子。比如说我在16岁的时候我就有读到《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我就开始了解到财务自由这个概念。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我是一个 science stream 的学生，我就多报考了 accounting 啊，因为 accounting 是生意的共同语言的 universal language of business。你没有 accounting 的知识，你就好像在商业世界里面不会讲话、不会沟通的意思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学多一个语言，这样子的意思。OK，然后当然学 accounting 就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地方。accounting 不是加减乘除，它是很 theoretical， 还有很多 involve 到很多你要做很多 case study 去了解这个商业世界，了解很多历史，然后现在 accounting 也在怎么演变，这些小细节你都要去懂，因为商业世界是不断演变的， accounting 只是一个 support 商业世界演变的一个工具，一个语言。OK， 加上我们的语言也一直有新词出来的意思，对。然后18岁左右开始，我就迷上了 startup venture capital 这样子。18岁大概那个时候应该也是 Silicon Valley 最多项目的时候，对吗？所以我就疯狂的去学习咯，去听 podcast、读书、看书，还有参加相关的活动。那时候奥巴马也有来马来西亚去做开幕啊，在 Cyberjaya 那边有做开幕，所以startup is the in thing 啦，you know，so 就那个时候就有去了解，其实要怎样做项目。然后就回到来看到自己很多的 gap， 自己的不足，所以就会开始去弥补自己的缺点不足，然后也同时间多观察身边哪一些朋友，他们是可以在我未来创业的路上一起共事的人，所以就开始从那一边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然后跟他们一起尝试做一些小 project。那个时候你几岁？大概是20岁了，20岁左右就是一个年少无知，跟朋友一起尝试小实验的一个时候啦，想过很多很疯狂的 idea 的，其实不过有种种原因，可能创办团队理念不一样啊，或者那个 product market fit 不是这么的 strong 啊，所以就全部可能就没有下文了。不过想起来其实有学到蛮多东西的，也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也是跟这个同一个大方向，我就继续的去参加很多比赛，就到后来参加到那个金融的比赛，被我的第一个老板看中了，对，所以当我能在internship 就进入一家风投公司私募基金工作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是一个 dream job 来的然后进到去老板也是对我很好，教我很多东西，我有机会近距离跟很多不同行业的创办人去合作，让他们的项目越做越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很多后面发生的事情你是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嘛对，你都不知道上市是什么，上市的条规是什么，马来西亚上市跟香港上市有什么不一样，对，跟香港人沟通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跟香港人沟通，然后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方式，对，所以这些都是你先有了一个大方向，你敢去做，你耐心的去做，你才会慢慢这些才会有
就浮上来的挑战，你才会一个个看得见，然后一个个去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的。阿芬，你刚才提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就是你很多时候开始接触有一个大方向嘛，你说你开始接触了，你就会延伸想法，然后你就会马上去做，可能很快啦，很快就会去做，再看到不同的想法，再接下一个 step， 这一个 movement 很特别，就是很多人可能他不一定会去采取行动，或者他可能他就没有好像你这样子可以我们讲很快速很 swiftly 的一个去 change 你的 path， 或者是towards 更接近你的方向，你要的方向。我很好奇啊，这样你现在嘛，你从以前到现在的成为了起头家，那么我们 from hindsight 去看呢，其实看到你小时候，你觉得其实从小你跟同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比如你跟你的同学他们，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说一点的话我想起了，就是在小时候我都会时常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同学 A 他比较勤奋，同学 B 他比较有知识，同学 C 他比较有文采，同学 D 比较有创意。哇，全部人都好像很厉害哦，好像每一个都半桶水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习惯，你知道每次老师都会发某某题目的作文要我们回家写的嘛，然后第二天来交功课。我会在第二天的早上就大家回去写了嘛，就会写了自己的作文。第二天的早上还没有上课之前，大家就坐在礼堂的时候，我会去找不同我欣赏的同学，去跟他们借他们的作文来看，参考就不是就是来去欣赏他的作文一个有创意的人会写出怎样的作文出来？另外一位非常有知识的朋友，他会用什么角度去写这个题目呢？这样我会去读，然后就看回自己，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作文没有写到这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就学习，我就记起来，下次我可以加入它这个元素进去我的作文里面。我就是简单来说，在做的是模仿对，久而久之，我还是觉得还不够好，我还是继续做着这个习惯，直到iPhone 横空出世，然后我就突然间看到一篇文章是写，其实 iPhone 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东西，它只是把很多很好的发明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 iPhone， 这叫做创新。我在想，豁然开朗起来原来这个叫做创新一路来我在做的东西是创新，原来一路来吸取朋友的优点元素然后结合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面，多年来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我啦。这个 learning pattern 其实是很特别，这个我们讲集思广益，可是集思广益的前提是你能够很快看到在这方面谁是好料的，谁是厉害的，然后可以跟对的人去从他身上模仿到那个 pattern， 其实这个是很强的一个学习力。是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个是真的。那么 Harvey， 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其实有很多可能年轻人，他们正处于职业的一个初期的阶段呢。那么我们看呢，其实刚出来社会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对吧？收入也差不多一样。可能5年10年下来，我们会看到渐渐的会拉开这个距离。那么你认为那一些能够实现收入飞跃的那群人，他们在前面的5年做对了什么事情呢？这一个是一个很广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收入呢，它只是一个结果啦它是一个对社会对某个人的能力的认可。 OK， 一个人能力越高，能创造价值越多，他的收入就会自然变得更高。 OK， 但是讲到回来，一个人的能力怎样是得到飞跃的进步了，在5年10年下来，我觉得首先呢，一个人在社会认可他之前，就应该要先自我肯定，先知道自己的长处优点缺点全部在哪里一个人必须要成为自己的头号粉丝先，这样他才能向外去开始累积他的粉丝。对，
所以我是建议有2个 framework 可以帮得到大家的。第一个 framework 呢是叫做 Ikigai， 它是来自日本冲绳的一个概念，基本上就是4个框架，4个部分。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找出自己热爱的事情，刚好那件事情是社会需要的，然后社会是愿意付你钱去做的，最重要这个事情是能为这世界带来良性的正面的改变的。当你能找出这一件事情，一直不断的去进步，去做好它，自然而然你的就是你的人生的品质也会相对的提升，然后你也会变成很快乐。OK， 我们看到的成功人士，不管是在体育界，现在 Olympics 的这些全部 Olympian， 还是我们看到歌手、艺人，还是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都是找到自己 Ikigai 的人。当你就是真正找到自己 Ikigai， 你其实就是 it doesn't work a day in your life。这个是其中一个我想要带出的框架，来了解自己，来找到自己的应该做的事情。第二个框架是叫做 GAINS 的框架。OK， 它是来自 BNI 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商务平台的 BNI 的一个框架。GAINS 呢 ，G 代表 goals，A 代表 achievement，I 是 interest，N network，S skills。OK， 基本上就是你要先理清楚你自己的这5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这5点都不懂的话，他去到任何的场合，他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介绍自己，他只能去聊天气、聊吃什么，这些 small talk 是没有意义的。当你去到任何的场合，你都要有一个比较组织性的介绍你自己，而且你也很 mindful， 你很有意识的去了解他人的 gains。你会懂其实那一个人他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是什么？他的兴趣在哪里？他的圈子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共同点？我们有没有互补的点？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对自我了解这方面呢，你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当你了解自己了，你以后做什么东西都能比较顺咯。其实每个人的 Ikigai 和 Gains 都是不一样，一定要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些它算是你的一个 life framework。life 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你今天写了就停在那里，而是你如果有新的体验，你有新的认知的时候，你再继续补充完善你的 Ikigai framework， 你的Gains framework， 这样子。就好像我觉得智慧面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从你们的这一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都有自己一套的 success formula， 自己的 Ikigai， 我们就参考，我们不要去copy and paste， 我们从中得到启发，来去设计一套属于自己的 success formula， 自己的 Ikigai 出来。当然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人都有盲点的。其实人是有3面的，第一面呢就是你怎么看自己，第2面就是人家怎么看你，那第3面呢就是真正你是谁上天老天怎样看你so 很多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应该是要这样子做事情，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其实如果他有问朋友的话，他朋友说其实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做医生的人你应该是要做什么什么的，这样这样你听取他们的意见，可能会刷新你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一条路来走。对，然后久而久之你就真的可以发觉到自己真正是谁。So Harvey， 你刚才提到其实很 interesting， 就在于讲说 ，instead of 去 focus on 那个结果收入上的飞跃，先看看是什么原因，就是它的前提是我自己 value 上的提升。But 那个 value come back to 对自己的了解，适合自己的方式 ，instead of 去盲目的去看别人的方式。所以如果自己没有了解的话，可以去参考再去从中去启发自己的 framework。对，那么 Harvey 呢？现在我们看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比较想说追求享受当下，追求体验感、仪式感，追求 lifestyle。那么你认为正确的消费金钱观，其实对年轻人来讲有多重要呢？我其实觉得，一个人如果有钱，他花在他自己喜欢的人事物方面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OK，比如说最近我看 David Beckham 的 documentary，他踢球取得小成功的时候，他就拿到人生中第一笔大钱，他就直接去买了一辆跑车。诶，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的钱没有不见，它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在陪着你。包括你去旅行，它不会不见了，你的回忆全部在你脑里面嘛。到80岁还是记得的，除非你有这个 Alzheimer。OK，不过这份花钱的信心的前提呢，就是你要确保你会继续的表现，你会继续的去创造价值，然后钱能稳定的、持续的一直进来。OK，所以有一句话也是叫 "Don't make a major decision at your prime." OK，当一个人他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时候啦，他有钱在身上，他一定屁股痒的，他会甚至觉得自己是无敌的。OK，当一个人觉得无敌的时候啊，他就会花很多钱去让自己更开心，或者让自己更有面子。我是不建议这样子做。就当你无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应该你拉 break 的时候，踩 break 的时候，你不应该做任何冲动的大决定，尤其是金钱上的决定。OK，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啊。近年来啊，坦白说，我还过得蛮不错。就是生意很好，上轨道，一切都好像往很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过去2年，我就连续换了2辆车。然后最近呢，我的家附近，我现在住的家附近就有起来一个新 project。OK， 3层的半独立式 semi-D， 非常漂亮，非常好的环境。我就带我的家人去看。OK， 然后算一算，诶，其实供得起耶。然后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停下来了，灵魂拷问自己一下。OK，我今天能供得起，代表我能但是我能保证我3年后供得起吗？如果我3年后能供得起，我能保证我10年后供得起吗？因为房子是这样嘛，你不是 cash buy 的，你是供10年、20年这样子的。所以灵魂拷问自己一番之后，我就没有下订单了，我就没有付定金去买那间屋子。很庆幸的是我没有买，为什么呢？因为3个月之后，我的一些被动收入来源受到了影响，我的被动收入整整被砍了一半呢，被影响了，暂时性的。不过这个时候当下我就会想，哇，幸好我没有太多的 commitment， 我才能很轻松的维持我的生活品质，我家人的生活品质。对，所以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当你觉得自己非常无敌的时候，不要冲动的去增加自己的 commitment， 单单是为了面子。然后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些，除了 credit card， 还有很多 financing， 包括 buy now pay later 的机制啊，真的是间接害了很多年轻人啊。本来他们真的买不起这个东西的，但是无端端他们买得起了，他们可以很潇洒的去买二手包包，或者甚至正版包包，或者去换一部新手机，全部都好像很容易一样，因为你每个月你不用给全款嘛，你是给一小部分几十令吉这样子。但是他们当他们发现自己买了，到处去买了很多东西之后，其实每个月要供的这个费用是很庞大的。这个时候你希望你不要太迟发觉这一点了，不然的话破产就离你不远了。当你破产其实很惨的，你不能做很多东西，甚至不能出国旅行。对，所以只是想让年轻人知道，其实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不要去
冲动的花很多未来钱。对，刚才你提到讲说，可能在自己觉得可以 afford 的时候，but 要先想一下接下来的未来是怎样，不要 overestimate 自己的这个 spending power。同时这一个这样子 buy now pay later 的情况，会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诶，我好像可以 afford，but 到最后那个钱还是要还的嘛。but 接下来这2-3年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收入的突破成长呢？如果没有的话，其实那个钱还是要还。对，不能 afford 还是不能 afford，所以要先衡量一下。instead of 就去觉得，哎 ，since 我可以买得到就买。有一个 rule of thumb 就是，你买一样东西，哪怕是你供了 ，OK， 但是你其实是可以付全款去买的。比如说一辆车，我买一辆车的时候啦，我是知道我今天可以 cash buy 那辆车的，我是没有 cash buy， 我选择供，这样子是 OK。如果你是没有本事 cash buy 那辆车的，你连供都别供。那么 Harvey， 如果现在一个人是25到30岁，每个月存不到钱，那么你会怎样建议他讲说去做一些调整，so that maybe 在5年下来可以看到一个财务上的改善呢？最实际的呢，就是做这个 budgeting 财务规划很重要，就是你要真的拿出一个 Microsoft Excel、Google Spreadsheet 或者现在的理财mobile app， 你就记录你自己收入来源多少然后每一天每一个星期花钱在什么地方从中你就可以知道，诶，其实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又回到去自我了解，你到底是一个吃货呢，还是一个血拼一族呢？这样你就一目了然了。而且你从中你可以看得到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你进的有你出的多嘛。OK， 我们要做到就是 cash surplus 啦，就是 cash inflow 减掉 cash outflow， 你还有多余的就叫做 surplus。我们不要看到 deficit。如果你每一个月你花的钱就是比你能赚的还多的，就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你就要回去想哪一点我真的可以克制一下自己嘛？对，不然这雪球只会越滚越大。所以回到去最实际的工具就是写下来，全部东西数据化。今天我要给我的老婆安全感，我也是一样的。我就算给她看，哎，老婆不用担心，我们是养得起第2个孩子的。为什么呢？写下来。对啊，看 spreadsheet， 算24个月孩子到2岁，我就算我给你，我就直接在 spreadsheet 上面调整一下数字，当着我这个月没有得赚1万了，我赚5000块都好了，影响不大嘛，还是养得起孩子啊。对，我们的存款还是多少啊？直接可以算的，全部算得出来，一目了然，不用猜。因为你在你脑袋里面呢，会无形中给你一个压力的。当你把全部东西放出来、写下来的时候，你会松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样全部东西都你有那个掌控。对，就好像我们驾车，我们要知道自己那车现在走着多少时速还有多少油。我们能不能到达那个目的地一样？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spreadsheet 这个 budgeting 的呢，你就好像没有看 dashboard 驾车一样了。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就一直加，才知道加到一半没有油了，然后附近没有油站，惨。那么 Harvey， 其实有哪一本书是你觉得对你的影响很大的吗？在我人生中影响我很大的有3本书第一本是 Adam Grant 的 Give and Take，第2本是 Mitch Albom 的 Tuesday with Morrie， 第3本书是 Robert Kiyosaki 的富爸爸穷爸爸 Rich Dad Poor Dad。 第一本书 Give and Take 为什么对我影响很大，是因为它刷新了我一些认知。我就直接问你吧，如果说这世界有3种人，第一种是叫做 giver， 第2种是 matcher， 第3种是 taker。giver 就是一直付出的人taker 就是一直去拿人家东西的人，而 matcher 是很公正的，比如说我给你1块叉烧，我会跟你拿回1块烧肉，OK， 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这3种人之中呢，如果我们放在社会里面这个社会的我们叫一个社会阶级里面呢，你觉得哪一种人呢是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Taker， 不是 giver。 Giver。 那第2个问题来了，社会最
顶端最成功的那帮人呢，他们是哪一种人？ match 也是 giver。也是 give，这就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他就教你怎样做一个社会最顶端的 giver， 然后怎样去辨认其他披着 giver 的皮的 taker， 让你可以做一个比较算是聪明的 giver 吧，可以不要就是飞蛾扑火，或者是只顾燃烧自己，然后燃烧到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掉入社会最底层的那些 giver。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第二本书呢Tuesday with Morrie 呢，其实它是讲述在陪一个老人临终的一个故事来的。一个老人死之前，他就有跟这个作者分享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他教会我怎样活得好，甚至死得好。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Death ends a life, not relationship。就是说死亡可能你就没有生命了嘛，但是你在活着的时候建立的所有的关系呢，这些都还会永远的留下去，一直在这个世间上。对，所以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所有人，跟他们继续保持很有意义的关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都好。对。所以第三本书呢Rich Dad Poor Dad 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如果不是因为在16岁那年读了这本书，说不定我现在是一名医生了。对，简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了。哈比你提到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Robert Kiyosaki，那其实这一本书和这个作者是非常非常有争议性的。比如讲说他提倡的 ESBI concept， 那么哈比你认为呢？ ESBI 这个 concept 其实是一个 myth 来的嘛？我觉得 ESBI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框架。OK， 这本书也算是一本神作啊。我们要讲神作，我们是怎样定义的就好像一首歌，为什么周杰伦算是在现代他退休了，好像是退休了，没有出专辑或者新歌一段时间，他的歌你听起来都还是那么有味道，那么的好听。这就是神作吧，就是20年前的编剧放在今天都好，你都还是觉得好像是今天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一样。所以Robert Kiyosaki 的这个 Rich Dad Poor Dad 呢，他以前提出的就是最原始的概念，然后这些概念呢放在什么时代都好，都一样能帮助到大家。它其实是很广的，看你每一个人解读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都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情况去运用来达到自己的这个财务的目标。OK， 它跟这个 FIRE 或者 FIRE 理论就很不一样。那一个反而我觉得是一个 myth， 那边有很多的漏洞，很多陷阱。Financial Independence 它这个是非常多陷阱的。ESBI 它没有告诉你你今天一定要在几岁就退休，然后享受生活，坐在海滩旁边喝果汁这样子的东西。它只是告诉你，其实人可以走完这4个阶段 ESBI， OK， 而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去实践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实践的。所以刚才我们就有提到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嘛。所以可能我就大概提一下 ESBI 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可以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实践。Okay， 比如说第一个 employment，okay， 一个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要进入国际大企业呢，还是家族企业呢，还是进入传统家族企业呢，还是进入一个创业型公司呢，就是都是要看自己对自己的多了解。OK， 比如说我会比较喜欢创业型公司，因为可以天马行空的去做东西。我的老婆那时候她去应征了很多国际大企业，她是找不到工的，反而后来她进入一个传统家族企业，她做得非常好，甚至成为了现在第3代老板的左右手。
在我的 employment 的期间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折点的，之前没有提到的，就是那时候我不是说这个 PE firm 私募基金是我的 dream job 嘛？为什么我离开哈？其实那个时候我老板真的对我很好，他也说Harvey 你应该就是累积更多经验，然后我也希望能让你尽快成为百万富翁。老板的想画大饼我相信他的大饼，其实他是真心希望我这个菜鸟可以变成一个老鸟的。然后他那时候说 Harvey 我想派你去中国打滚几年，然后去学习更多，为我们公司做更多事情。等你回来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更多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之类的。不过那时候呢，如果我做这个决定去中国打滚几年的话，我的女朋友就会离开我了。她讲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应该很难继续下去了，所以我就说好了，这样我选择爱情我就反而离开我这家公司，回到去我的家乡去工作然后离开之前，我也是介绍了一位好朋友。那个时候那位朋友他人生很迷茫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想法的人，我就介绍他进去代替我的位置，然后老板就派他去中国打滚了多年下来其实我的朋友真的混得很好，现在成为了基金经理，手上管理过亿美金，OK， 然后我呢就也是如愿以偿在我的家乡也是有 redesign 我自己的生活现在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就成为了我的老婆，一起现在生下了一对子女算是过着我自己喜欢的生活。对 OK， 所以这个是 employment 的部分嘛。下一个就是 self-employed 的部分。一个人当他认真的做事情，他自然而然就会学到一些手艺了的。OK， 这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想了，我要用我的什么手艺赚钱，我要用什么平台，要赚马币还是外币，我要跟谁配合，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考虑的点。OK， 我自己就算是用我的金融和会计知识去设计自己的专业服务了。然后我也不喜欢孤军作战的，虽然是一个 freelance self-employed， 我都会找志同道合的人配合，找贵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样就可以少碰一些钉子。OK， 然后当你当你的 freelance， 当你的 self-employment 这个阶段，你有提供到很多很好的服务给你的客户呢，他们也会转介绍客户，你的生意就开始做大起来了，然后你也负荷不来了，一个人就只有24小时，这时候你就可以进入 B business， 也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工作里面有哪些关键的部分是可以拆分出来，然后你组织一个团队，大家一起合作去处理这个比较大的工作量的。Okay， 这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底你真正要做的赛道是什么，你要用什么样的打法，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就是一起配合，然后你的组织里面的组织文化是什么。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是非常厉害去抓风口的，他们可能一个奶茶风过来 OK 抓风口赚他一波，然后立刻切换赛道。Okay， 反而有一些人他们是喜欢找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来做闷声赚大钱的也有。Okay， 所以我们都是也是一样了解自己喜欢或者适合做哪些东西啦。有些人他们说就是不要跟太熟的人一起做生意，但是我偏偏我就知道我只能找最信任的做生意，所以我的团队里面呢都是我的小学朋友、中学朋友、大学朋友，甚至是出来社会的朋友，还有后来我的中学老师的儿子我的弟弟的大学同学都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就可以专心做事情不用烦人事的那些各种各样的 politics issue。 对，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企业文化，但是可能有些人他们真的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跟太亲密太相熟的朋友合作，那他们可能就要用别的方式了。
最后就是 I 的部分 investment。OK， 当你手上累积到一定的资金，你也希望钱能为你工作。OK，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去投资。但是能投资的东西哦，10只手指都数不完。黄金啊 ，ETF 啊，还是 option 啊，还是股票啊 ，crypto 啊，太多了。我自己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探索。其实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而是应该印象中有3次，我非常认真的研究上市公司股票。不管是 fundamental analysis 还是 technical analysis， 我自己也是读这一科的嘛，该学的 theory 都已经学完了的。其实当然还要时间呢，也花了一些时间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实践。但是几次下来啊，我都发觉到一点，就是哪怕是我赚到钱了，我都心里感觉到不踏实。更不用说我每一次都是算是被市场捏到体无完肤了，然后落荒而逃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条路不适合我，不应该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后来我找到最大的满足感的是投资私人企业对我来说，比起这个冷冰冰的电脑荧幕能跟创办人近距离的交流，然后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行业，然后去真的实际的帮助到他们解决他们运营上的问题，还是战略上的这些疑惑，我觉得对我带来的满足感远远超过这一个上市公司股票 trading 得来的这个满足感。所以对我来说，投资在私人企业就好像投资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能创造的这个价值或者满足感很大，而且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所以我就分享了 ESBI 嘛，其实它没有所谓它其实不是 rocket science， 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也没有讲你今天走完了 ESBI 就是你有财务自由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实现 ESBI 来实现自我价值。好比你的 MBTI 是什么？ ENRL Eat now regret later 开玩笑我从 INTJ 最近变成了 ENFJ OK， 所以其实我对这个 MBTI 的类型我不太了解的我只是问我的朋友准吗？他们说蛮准的。这你从 I 人变成了 E 人。虽然是这样子说，但是我有研究那个比例呢，其实我还是53% E 47% I， 我还算是蛮 I 的人来的就是说我去社交场合，我还是会很耗我的精力的那一种。但是偶尔要我去大场面发挥的话还是可以的，无端呢会有打开那个 mode， 还可以表现得像一个 E 类型的人就可以 switch 一下状态。可以那么从以前你是 I 人到现在的 E 人，那其实你认为那个时候你创业的时候 maybe 是一个比较 I 的人嘛，慢慢转变到现在，那其实你认为 I 人适合创业吗？ I 的人非常适合创业比如说之前提到的 BNI， 其实它都是为了 I 人而设的它就是一个 I 人发起的，来给其他 I 人一起来做生意的一个组织，现在发展到世界各地很大的一个组织。我甚至怀疑 BNI 的 I 是不是那个 I Business Network for Introverts 对，所以I 呢，我的2位 partner 都是 I 的，他们都是 INTJ所以这些 I 的人的优势就体现在他们身上了，因为他们待人处事会更加的冷静，而且他们对一些新事物会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因为有时候你做生意不是讲一直在介绍自己的 OK， 这是不 work 的，包括你找女朋友拍拖也是不 work 的。对于女孩子没有可能你天天跟她讲我的表很美我的身形很漂亮，我刚才去做gym，没有女生会对你有兴趣的。女生对你有兴趣是当你真正了解她，想要去了解她，还有真正知道她是谁 OK， 你真正对她有兴趣的时候，女生就会觉得我就是这个人真的很诚恳，他真的想了解内心的我这样子。一样的，在生意世界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
他们去一个社交场合拍名片，他们只想要把自己介绍给人家，完全对人家的需求，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做生意的这个价值观，全部都没有搞清楚。所以我的两位 partner 呢，他们的优势呢，就是他们真心想去了解，诶，到底你今天你有什么问题，什么需求，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他们先给价值人家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建立一个长远的这些关系啊，就是跟我们的团队都好，还是外面的生意伙伴、客户能建立很长远的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你是觉得爱的人，可能他不一定讲说是比较内向，反而是他会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得比较细腻。他很 genuinely 想要去了解一件事情，找到这个事情的问题的根源，然后从那边去解决那个问题。然后对人呢，他也真心想要了解这个人的本质，到底这个人我要怎样跟你好好的相处。对，我觉得这个是通常E的人可以，但是他就算做，人家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的肤浅，或者 you are pretending to care, you are not genuinely caring about me。OK，这个希望不要得罪别人。可能 maybe 有些啦，有些会这样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没有100%是E的啦，对，一定是一个比例啦。那么好比我们讲到创业了，你会鼓励年轻人创业吗？如果一个人他有充足的条件，还有对的思维这样可以去创业不然的话，如果他已经有铁饭碗或者是打工皇帝的命这样我不建议他屁股痒去创业因为会水土不服，然后分分钟伤害最亲的人。那么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想说，不想打工而去创业。那么你对这件事情看法是什么呢？以前时代人是真的没有读到书，找不到工，被逼着去创业的，然后可能九死一生，闯出一片天，然后后来人家读书人就看到，哇，以前没有读书的人，没有考试的人，后来做了我的老板好像心里不平衡所以可能新时代就有很多人想要创业，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刚才有提到如果我不想打工去创业这个不是一个创业的好的理由真正创业是很实际的，你真的看到市场一个空缺，然后你也有刚好你是 the best people, the best person to fill that market gap 这样你去创业 OK。 要不然的话其实创业比你想象中的烦恼很多每一天如果你看漏眼的话，就会需要去救火的情况会很多，这些状况连连这样发生下来不是每个人能顶得顺。然后如果那个状况你也handle 得不好的话，会亏钱的嘞玩你以为裸辞创业呢？你又怎样去看待这件事？裸辞创业没有问题只要你的银行户口有6个月的生活费，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品质，这样就裸辞创业吧。然后如果6个月之后没有什么起色的话，就回去找份工你认为是一个好的方式吗？至少在马来西亚的大环境以下是可以做得到的，是不用太多担忧的。那么哈维，你刚才提到在马来西亚，那你认为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在马来西亚年轻人要成功还有机会吗？在马来西亚要成功，处处都是机会你看我们这种叫做发展中国家其实真的机会很多的因为我们这一边没有所谓的财阀，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国企会当你太成功的时候去来可能改造你这样子。在发展中国家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talents are always under supply 所以只要你稍微优秀一些，其实你还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找到不错工作或者做生意都蛮顺利的。OK， 而且资讯发达，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做生意的地方，平台组织都可以找到蛮多机会的。OK，
So 就是我们要想说，就是马来西亚真的没有很卷啊，在很卷的国家哦，刚才讲到，就是如果你真的丢了一份工作啦，你真的很难再找回来，因为可能一个岗位哦会有10个人在排，或者甚至100个人在竞争同一个岗位，一样的，就可能一个产品一个服务，100个、1万个人在提供同样的东西啊，这时候就非常卷了。马来西亚还没有到那里啦，OK。所以在这里机会很多，我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哦，不是讲我厉害，就是真的是刚好马来西亚这个环境，让我可以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下累积我的人脉，创业找到一些贵人，这些机会去成长如果一只小鱼啦，就是你无端端就把它丢下去一个大的海里面呢，那只小鱼是很难活下来的。所以马来西亚可以算是一个小湖，OK，先在这个下个小鱼在这小湖里面成长到一定的这个size 啊，那时候这只算是不是小鱼了啦，已经变成中鱼还是大鱼了，这时候它去海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马来西亚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啦。另外一个比喻可以说是，比如说一杯水，OK，同一杯水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啦。不管你说山泉水还是深海水啦，水就是差不多的。同一杯水呢，在一个茶餐室能卖的价钱，跟这个5星级餐厅卖的价钱就不一样了嘛。OK，所以其实真的不是我厉害，我们大家不管在什么国家，都是大杯水，只是马来西亚，我觉得它能让你过得比较好啦，你的身价也算是比较高一点啦。对，那么对于一些我们说没有背景或者是没有资源的普通人，如果要成功的话，他们可以怎样去 maybe 用比较小的资源去杠杆大的资源呢？ OK，这个也是跟我很像，因为我也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那我做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我为那些想要挖金矿的人提供铲子。OK，就是当 let's say gold rush 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冲着去挖金。OK，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确定金是什么，你也不了解哪一个矿比较多金的嘛，对，风险很大，而且大家是争先恐后去挖，你要避开这些风险嘛，是因为你没有背景，没有人帮你撑腰，你万一遇到一个流氓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乖乖做那个提供铲子的人就好了。OK，每一个挖金的人我就提供铲子。另外一个例子呢，比如说 OK，当市场吹奶茶风的时候，OK，这样我就不要去做奶茶店，我就去做好装修奶茶店的人就好了，OK。但是奶茶风它不是永远的嘛，2年过后，OK，吹别的水果茶风，诶，那时候可能那些店倒闭了，就另外一些人接手了，这时候你又出现了，OK，我就帮这个新店做装修，过后就再吹什么咖啡什么风的时候，你又再进去做一轮装修，诶，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不错的一个方向啦，给一些没有资源的人，因为你就是在那个趋势中跟着那个趋势成长，用最低风险的方式，OK。还有另外一个生意模式，就是可能很多这些饮食业，他们都会有冲饮料、冲咖啡嘛，一定会用到一些咖啡机和其他的机器的。当一个生意可能他做不久或者他不想做了之后，他就会想要变卖这些全部机器嘛，你就做那个回收这些机器的人，然后再卖给下一轮要进去这一个行业创业的人，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啦，对，所以我会建议那些没有背景的想要逆袭的人，都是从这边这样开始那这个风险会比较低，因为你本质上是非常轻资产的，哪怕是你看漏眼或者看走眼看错这个方向，你也转得快那么哈维在你的角度看来，人脉和圈子到底有多重要呢？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要讲3次，这样子就好像在金融行业呢，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的话，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人，基本上有经验的投资者或者是投行投资机构像 VC、PE，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搭理你的，他们都是会看的项目呢，都是
朋友相熟的人介绍的项目啊，对。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呢，不是当你要做项目的时候，要融资的时候才去找投资者，在你要融资的前1年开始，你就应该去开始建立这一个关系了的。边做就边 update 一下，我又做到哪里呢？我又有些新的突破了啊，公司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我的哪些关键指标在成长啊，这样，当你真正要融资的时候，就人家都对你有一定的信任了。对，这就是维持人脉的重要性了。就维持人脉的关键是，不要当你有需求的时候才去找一个人，通常就是随便喝个约个午餐还是喝咖啡都好，没事都去找人家一下谈天，没有 agenda 的，对，人家就会更加信任你。因为建立关系它也是 take time。对对。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在你缺钱的时候去找银行，对对，有钱的时候不要容易贷款。当你不需要的钱的时候，全部人追着要塞钱给你的，这是对的。那么哈比，我们谈回创业的部分呢？对于第一次创业的年轻人，有哪一些创业的误区是他们应该要去避免的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受到上一个时代的那一种创业成功案例的例子影响啊，就很多人想要做平台嘛，或者是连接2方或者3方更多方这样子的这种 super app 还是平台为主啊，比如说 connect 医生给病人，connect 钟点你用给家家户户，connect 什么什么啦，对。我觉得千篇一律了，在我们的行业其实看得非常清楚的，同一个时期全部人涌入这个市场做同一种东西，然后找到我们来做类似商业模式的计划书，就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来的，就不用尝试去做平台。第一点，首先当然不要冲进去，大家一股热血冲进红海啦。第二点呢，不要尝试做平台，因为可能比你想象中要花的精力或者去花的钱比你想象中来的更多，这些都是又吃力不讨好又烧钱的游戏来的。反而呢，我们应该更加注重那些我们叫利基市场 niche market， 因为那边算是蓝海。OK，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一个清晰的定位，哪怕是在医美，你就专注在雷射祛斑这一块，你其实都可以做到非常成功了这样你们槟城就有很多美食嘛就我们的客户之中就有一个是专注做 butter cake 牛油蛋糕罢了的，你也懂吧Fusion Penang Best Butter Cake， 你看它的这个定位几清晰槟城最好的 butter cake OK 就已经够了，它已经做到非常非常好了 OK， 我看着它从很小做到非常大，现在对一街一直在开新的店 OK，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志嘞，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在新加坡可能有一家公司不是在新加坡有一家公司单单做卖卡利包就做到上市了 OK， 接下去今年有另外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它是做什么的呢？就单单只是卖汽车香精就做到上市了你应该有知道这品牌吧 Vanzo， 对我没有想到在短短几年前就可以靠一个产品汽车香精做到上市，这时候你还说它没有大志吗？所以很多人误区就是一定要做很大的东西才能变大，其实做最小的那个一个 niche 的东西就可以做到很成功了的。对，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误区呢，就是 high risk high return 这是害了很多人的一句话其实 low risk sustainable return 才是王道啦。OK， 我们看到很多很成功的人你以为他真的是冒了很多险才这样成功的吗？其实说不定那个人是非常了解这个行业，他是用非常低风险的情况去做到他现在的这个成功的。分享一下我家乡怡保的例子。有一位老板我就叫他 Mr. Lim 嘛 OK， 他从以前也是一样没有背景的人，非常非常穷靠修理汽车首发
生的，就是 OK 服务业咯，没有背景的人只能靠自己一双手去赚钱。OK 累积到一定的财富之后，他交友广阔了，性格非常好，所以就开始知道其实现在马来西亚发展的很快，房地产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知识嘛，所以从哪里开始呢？每次你知道我们在红绿灯下面就看到这一个牌子啊，什么什么区的这个什么屋子多少层多少房尺要卖多少钱，有什么电话号码，他就打过去，每一个牌子他都去看，去打过去的电话，打，一直去看屋子，去了解这一区的行情怎么样，那一区的行情怎么样，几乎整个州的这一个行情他都了解到就是了如指掌啊。OK， 所以他专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哪一间屋子如果刚好这一个人他这个生意周转不来，还是怎样破产了，变卖要来弄屋子的时候，这时候他就知道，哎，这间屋子哦，市场价哦是可能10万块的，哎，现在3万块可以捡到宝了。OK， 他就直接就很大胆的去捡这个3万块的宝，很快的转手就把它卖掉，赚那个差价，然后就日复一日去做这个事情，做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现在单产业，我相信有过亿啊，他的那个价值，单在他手上可以收租金的，还有或者继续在变卖转卖的这些产业加起来，所以后来他当然也做了很多生意啦，去巩固他这个行业的这个地位。不过我想说，就是他是用一个非常低风险的方式去做的，他不是贸然，我知道，可能这个行业可以赚钱，我就冲进去做。对，所以我们要的是 low risk high return， 尽可能的把风险降到最低，甚至变成零才去做一个事情。今天不是看你能赚多少，而是看你能亏多少。那么 Harvey， 作为一个起头，你看过那么多的项目，那么对你来讲，其实在于创业来讲 idea 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idea 是 worthless 的可能在30年前，可能30年前都还不是 worthless， 30年前可能 idea is cheap，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 idea is worthless， 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有受过正统的教育，甚至没有受教育的人都应该有一些 idea 的，而且 idea 都没有分好坏的，每一个 idea 对我来说都是好的 idea 来的，但是只有下手去做你才能知道这个 idea 可行吗？它的复杂的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OK， 而且更重要的是，刚才讲了吗？同一个时期会有很多人都有同一个 idea 的，你到底是不是最适合去执行这个 idea 的人？我们想说就是一定要是 the right team doing the right thing。为什么你看到每一个行业所有的资金都会流向同一个最头部的那一个 player 那一边的 industry player， 他全部都会是他拿到完的，可能第2名他拿到的资金是比起第1名的那一个player 少可能98%都不一定，因为大家都一致认为他是最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第2那个你这个 idea 好，但是一模一样的 idea 我选择那个团队他比较适合做，所以要考量的点真的很多啦，所以我想说 idea 真的是 worthless 啦。其实很多人他们觉得 idea 就是解决了98%的这个问题了啦，剩下10%就是顺理成章会完成的啦，但是不一定的，这个不是事实。That's not the fact. That's not the truth. 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到做到很大的企业很 scalable 的企业像 Airbnb 一样，像 scalable 去到全世界的企业，他一开始他不是这样子做的。哪怕是 Airbnb 一开始创办人他 upload 他的 website， 他就已经在疑惑着，为什么没有人把那些他的房子 list 在我的网站上呢？所以当时创办人呢，他是亲自登门造访美国不同的州的这些property owner， 去问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有些跟他们说我不懂得拍照，这样我来帮你拍吧。OK， 有些人他讲我会拍照，我就 upload 了但是他看来就是你拍的照片没有给到人一种信任的感觉，我来帮你换一个方式拍所以他是一个一个家家户户这样子去解决人家的问题，当解决到足够的问题之后，他才能找出他的成功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这样才开始可以变成 scalable。所以我们说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scalable, you must be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not so scalable first。对，这个也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经历。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3年前把他的公司用1000万马币卖掉了也是大我1岁吧，就非常的成功的一位企业家。现在他也做着下一个项目了。我们是在以前私募基金工作认识的。So他也是一样那时候跟很多创业者一样，他是要做一个 mobile app 去 facilitate 很多交易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发现到其实没有人想用 mobile app。他 mobile app 烧了不少钱至少有30万马币吧才发现到其实没有人要用这个 mobile app， 也资金也不够了，现在怎么办？所以后来他就用剩下的几千块马币去重新做了一个网站。结果人家用网站上面有 transaction 有交易，最后就慢慢经营，把他的网站做起来，就卖给了一家非常大的一个科技的公司，1000万这样卖。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你只有真的是出到，而且为什么他怎样去发现这一个没有人要用他的 mobile app 呢？因为他亲自去找到用户，亲自找到潜在用户，一个个跟他们谈，了解为什么他们不用他自己的产品，他才能发现到的。今天哪怕是你去开一家餐厅，还是茶餐室 coffee 店都好，如果你今天不掌柜的话，你是不可能看得到你的客户吃东西到底是要开心吗？还是你一天下来哪一个时间段多人少人？一个月下来哪一个时期是你的餐厅的淡季你是连看到连这个都观察不到的话，那你就更不用说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想更多的这个 idea 去让你的公司能有更多的人潮这样子啦。对，所以就是一定要下手做，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重要的不是 initial 的 idea， 而是下手去做的时候，慢慢去 collect 那个 feedback， 去调整，去复盘。对。那么 Harvey， 你认为创业项目什么时候适合融资呢？当你的公司已经证实了你的商业模式可行之后，而且你看到关键指标都在成长中，这个时候你去融资会相对比较容易，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投资者心里有 FOMO 的时候了。他看到你越做越好有没有他都没关系的那一种，反而他们就有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他们会想来追你。我可以蹲帮一下你吗？来去跟着你一起成长吗？所以 instead of 讲说自己认为适合融资就去融资，反而是要已经可行了，自然大家想要融资的时候才去，是最好的时候。是因为投资者其实有很多阴影的可能10年前刚刚大家接触这个 startup venture capital 的时期，你只要站在台上讲5分钟可能就很轻松的融到100万200万，很容易的那个时期。但是那个时期的就有一个乱象咯很多人可能口才好，他就拿到很多钱，但是口才好的人不代表会做项目的人嘛，所以就搞垮了项目，让很多投资者亏钱。这也是我们公司成立的初衷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乱象，我们才希望能保护到双方。OK， 到底一个企业家去融资的时候，要怎样去呈现他自己的项目才会是比较负责任的而且是比较就是给到足够的资讯投资者，而且是有解答到他们的疑虑的。OK， 不是靠感觉，而是可能数据化去证实到底我的商业模式是可不可行，甚至是可以持续性很多年的嘛。Okay， 同样的，投资者他们也有很多选择，在市场上其实真的太多人去融资了，所以他们也想要通过一个方式去知道哪些项目比较是认真的 solid 的，所以我们就站在这中间做一个桥梁这样子。那么Harvey，我们看回了像很多年轻人，他们在事业上也好，在创业也好，就有些成功也有些失败。那么其实你认为阻碍年轻人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应该是原生家庭的束缚
第二可能是沉迷社交媒体，第三应该是面对面沟通的能力吧。为什么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呢？因为讲真，这个时代跟上一个时代太不一样了，而且现在 AI 出现哦，几乎是你都不认得上个星期的世界是什么样了。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家人满怀好意，要让我们要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也要懂得怎样去分辨哪一些他们的智慧是不是可以套用在现实生活中。OK，更不用说，其实很多我们看到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其实在一个可能很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可能从小都需要很独立去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导致到在出来社会之后，对这社会很不信任，有时候或者想要可能快点成功来证明自己，可能这些是一些自卑的问题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先真的让过去成为过去，重新的去设计一个全新的自己，从头来过啦。在当你要踏上一个新的旅程之前，先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行为，全部都好对，就可以更容易的没有包袱的去迈向你的目标。对，沉迷于这个社交媒体真的是 Facebook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的错我指的是讲他们的错，他们为了可能流量还是什么，就算是久而久之就操控了我们的脑了，让我们很上瘾所以现在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么我无端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待了3个小时我真的是有不懂的。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是出生在一个没有社交媒体，甚至没有网际网络的年代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是怎样交流的，我们是怎样可以在那个时代做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去过日子的。所以有时候幸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才可以还是平衡一些，我们让自己身心灵比较平衡。所以我看到年轻人可能说是好运，就是他们资讯发达了，但是不好就是变成他们被社交媒体绑架了一样对，所以他们好像，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可能给他们更多real life 的体验，让他们摆脱这一个社交媒体。其实他们发觉到，原来做其他的活动完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我也一样可以得到快乐的，我也可以就是做一些对身心有益的东西的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也是跟前面一个 point 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社交媒体的关系，很多人很懂得怎样跟世界连接，但是坐在你对面的这位朋友或者一个陌生人，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打开一个话题的。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了。以前 OK， 我们看上一个时代的人很会跟我们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人谈天的嘛，我们反而不懂得怎样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聊天。我们就觉得哇，你会跟法国人聊天，你会跟日本人聊天，好棒这样子那个好棒的前提是你本来都会跟你前面的那一位聊天的，但现在是很多人他们跟全世界可以聊天，反而是最亲密的人你不敢跟他正眼对视，你不敢跟他讲很多可能可以讲的东西，就很可惜咯。所以我之前提到的这个 Gains Framework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更加这个 Gains Framework 希望可以让大家去多用，成为一个你沟通的一个工具啦。你可以单单就是问人家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又分享你自己的其实不知不觉Gains Framework 如果你真的用 Gains Framework 去聊天的话不知不觉你可以跟一个人聊上1个小时了。那我们讲到成功了，很多人会认为讲说，再成功，运气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你认为对于成功来说，其实运气占了多少成呢？首先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就只希望有小成功，有些人想要大成功。OK。不如可能我多分享一下可能成功的轨迹大概是怎样的，这样你可以从中
去判断到底运气要占多少成分啊。OK， 一个人要成功哦，基本上要过3关。OK， 第一关其实就是要达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啊，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就是要成为风口上的猪。第3就是要横向发展来去完善自己的一个帝国或者一个生态。OK， 所以第一关呢其实是就讲回第一关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工作，真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不难累积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讲到第二关呢，要成为站在风口上能飞起来的猪呢，真的是时代造英雄的一个这样子啦。就比如说疫情来的时候 ，OK， 如果你有卖手套、制造手套的 ，OK， 你是第一个飞起来的猪。第二呢，可能是自媒体啊，很多人突然间就成为了头部网红 ，OK， 靠直播，靠各种各样的业配发展的非常好，或者是可能虚拟货币啊、NFT 之类的这些，也是赚到很好 ，OK， 这个是第二关。如果你过得到这第二关的话，你的财富又倍增了。这时候你就可能要去解决第3关咯。第3关就是你怎样不要确保自己不要在风停的时候成为掉下来的那只猪。OK，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想你的 backup plan， 你的 plan B、plan C 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都会横向发展，去投资不同的企业去做不同的生意。希望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如果讲传统，云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啦。OK， 从做赌场到娱乐公司，到现在有这个橡胶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成功完成了一个这个横向发展的帝国。我有投资一家公司，它是叫 Nori，它是专帮这些马来一线艺人去打造爆品的。香水啊、洗头发水啊，还是这个护肤品让这些艺人呢，能在他们还很红的时候就有一个收入来源了的。就因为艺人也是这样子，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红一辈子的。我现在是一线，全部大电影都在找我去拍，不过可能3年之后呢，有新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有另外一个跑道了嘛。所以这家公司就是专帮艺人去建立他们另外一个事业的所以就我们看得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有靠不同的这些刚才讲到的趋势赚到钱，但是他们可能不懂得怎样去用更加低风险的方式去打造他们自己的一个帝国。所以我希望就是可能可以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合作的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分享更多这些商业机会给他们听了我讲这么多，你觉得运气是占多少%呢？这个也是很多，运气也是占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你说的分析懂得去洞悉风口在那里，然后及时去做一些调整也是很重要。是，还会有很多人可能他们在生活上、事业上或者生意上遇到瓶颈。那么对于一些想要突破现状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最近不是流行这个字卷吗 ？OK， 很多年轻人都讲我真的卷不动啦。OK， 马来西亚可能没有啦，但是我听到很多香港的、台湾的、韩国的朋友都是这样，新加坡现在也变成一个大城市，都是这样子了啦。其实为什么会有卷这个现象呢？因为大家简单来说都是在一个可能相对的比较固化的社会里面生活，然后大家都在做着同一个考卷跟着同一个规则去做东西所以要突破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自己出自己的考卷OK， 根本就不要跟着现在的 break the rules 的感觉。所以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就算在中国这么卷的地方，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是真的突破所有的规则的。OK， 在你想象中，我们先想象一下啦，酒吧应该长什么样子
OK， 想象了啊 OK， 在中国呢就有一个酒吧叫做跳海酒馆 OK， 它是以什么出名的呢？它是出名简陋的这个装潢，就是简单的桌子凳子没有了，还有出名服务差，没有服务OK， 他就在中国开了20家，不算大，但是不错诶，这个理念竟然可以开到20家呢，算是不错啦，我真值得去了解哦。然后他的员工没有 full time 的，都是叫做兼职打酒师啊。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点。OK， 他就用贯彻这3点，就是去经营他的酒馆。你想为什么他做这个东西能成功？不是因为这些噱头啦 ，OK， 是因为你看，你想认真去想的话，如果是一个简陋的设计啦，人家来这一边一定是自己人 ，OK， 大家不是很介意，就好像大家朋友很熟的朋友来聚的地方，其实我真的介意那个地方有多么漂亮吗？我注重的是大家来聊心事、真心话的一个地方嘛 ，OK。第二呢，没有服务，其实我也需要怎样的服务咩？其实我只要那杯酒就可以开始打开我的心房去讲话了嘛。第三 ，OK， 兼职这个东西很有趣。OK， 其实如果你请兼职好过请full time，为什么？因为这些兼职，现在年轻人不是很多，很想要自己做老板的咩？小老板，今天其实我叫做兼职调酒师还是兼职打酒师，其实你就是今天的老板了。今天没有别的老板，你就是老板，你说了算，你什么东西你讲了算。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我说了算的话，我是这边的这个一天的老板的话，我会怎样做事情？首先我会很有风，我会叫完我全部朋友来喝酒 ，OK， 然后全部朋友来喝酒呢，我可以爽你，我就给你 discount 咯 ，OK，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他的那买酒的钱他有的抽成的，所以他也不会给太多 discount， 因为如果人家没有消费到，他最后还是自己亏爆的。所以他就叫朋友来，然后他也可以用一些方式让朋友喝到爽，而且可能给一些特别优惠给朋友开心，朋友也自然会选择来这边因为这是我的朋友的嘛，我的朋友做老板的，今天我来支持他，大家开心。第二点就是他可能可以自己有这个更多的自由去搞更多的这个活动，搞一些小游戏啊、大游戏啊，去炒热这个地方。你想象，如果你有30个 part time， 每一个人都会自己带自己朋友，自己都会来搞促销活动，自己来去做各种各样的 gimmick 在社交媒体，你想这个酒馆能没有生意吗？所以他真的离谱到到一个程度，他其实有一次他带完全部团队去团建1个星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酒馆就开在那边，完全没有人去打理，他的酒馆还继续的有人过去那一边自己拿酒。自己在坐在那个很简陋的凳子桌子去慢慢喝，自己聊天，喝完了自己付钱自己走。它已经形成了这一个很特别的文化，是大家都觉得这是突破我的传统，而且我在这边找到我自己我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认真思考，然后去看看我们生活中到底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做那个我们社会给我们世界给我们的考卷，为自己出一个自己的考卷，对，所以就可以，我相信这样子你就可以找到突破点了。那么对于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感到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路要怎样走，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OK， 每个人都有盲点的嘛，这样如果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是很正常的，我自己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的。以前我甚至去买书，怎样做一个好决定，我的一本书。读了发现也做不到什么好决定因为一本书是不可能解决到这么多种人这不同生活阶段的难题的。所以后来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跟身边的人讨论 OK， 尤其是有结婚了的人应该跟另外一半报备现在的生活状态，什么东西都拿出来谈生活的就是拿出来谈，然后你也可以跟你的老师谈，你的朋友、同事、下属、上司，就是跟他们谈就对了，就不要担心人家怎样 judge 你，你有什么就问 OK，
不懂就问。我的孩子呢，最近也我还没有到3岁的孩子最近也是时常问我很奇怪的问题他昨天才问我，风是从哪里来的？电灯是从哪里来的 ？OK，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都有这些能力的，只是长大了我们开始不懂得怎样问问题了。其实你问的越多，你就懂得越多，而且你还会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世界上其实很多人很善良的，他是愿意帮助你的这不计成本，真心的想要去让你突破，来找到方向的这样子。对，如果好像之前那位朋友他没有告诉我他很迷茫，我就不会介绍他进去基金工作他今天也没有办法成为基金经理对不对？所以是有什么迷茫的地方，尽量的跟身边的人讨论，建立自己的一个 support system， 那你的人生就不会很孤单。那么 Harvey， 你有没有一些日常习惯或者 routine， 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呢？我有很多 routine 的，包括刚才我们还没有开始录制，你都看我去抹精油，对吧？分成3大类吧，这个 routine。因为我相信一个完整的一个平衡的身心灵健康的人，应该要有 entrepreneur's mind， 创业者的这个头脑思维。第二呢，就是 athlete's body， 一个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还有artist soul， 一个艺术家的灵魂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3点的话，他能活得比较快乐啦。OK， 所以我的 routine 都是这3点的。可能在创业者思维方面，我都会喜欢就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三观一致的人一起去聊天做事情。然后如果是讲到身体那方面，要注意饮食或者去就是要吃得好然后要可能偶尔运动一下，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了的其实我3个月因为扭伤我的腰其实很辛苦真的不是玩玩的，也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多运动偶尔。你喜欢如果你喜欢游泳，你就多游泳；如果你喜欢跑步、爬山，总之就是要 keep yourself active 啦。第3点，怎么培养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灵魂呢？就多问问题啦。对，当你多问问题，你就知道，这世界真的好精彩，原来有这么多我不懂的东西。原来一首歌可以这样子去编曲。还有原来可以这样诠释的，这些都是激活你比较有创意的那一面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没有特定时间哪一天要做什么这样子的，我都是穿插这些不同的 routine，让我觉得让我整个身心灵都比较愉快啦。要保持 balance 3个部分。对，刚才你提到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保持好奇心。因为很多你问问题的时候，其实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灵感。跟你认知上很大不同。可能有些人他可能迷茫，就是因为他只往自己懂的东西方面去想。所以保持好奇心是对于不同的事情都去发问。sometimes 你看到好像没有 related 的东西，sometimes 就会给你一些想法，一些改变。对，是。那么Harvey，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因为焦虑还是什么心急，就想要成功，想要快速达到财富自由。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千万不要期望有横财、偏财、黑钱、快钱，就不要期望了。一开始都不要有这个 expectation。对，这个时代真的很难赚快钱的赚快钱的通常是不会持久的所以不要期望。讲回其实以前呢，你看到很多人能一下子致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以前人赚的就是信息差你掌握了某些关键信息你可以靠这个信息差赚个5年10年没有问题的。不过今天你不可能是第一个知道那个信息的人，你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刚刚说的那个 WhatsApp message 它可能已经被 forwarded many times。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赚的是什么差？我自己有想一个字叫做信任差。OK，
今天如果有100个人做着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要信任你，让你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想的东西啦。那怎样去做到这个？怎样让人家怎样提高自己的信任？对，怎样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靠谱、更加被信任的人呢？就是我们要做其实有几点呢、第一个，我们要做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吧。OK，就是你看，你也是从小红书看到我的嘛，然后就邀约，所以个人品牌一定要就是你也可以看到以前的时代，诶，我们买一个东西，我们是看那个价钱，但是现在如果一个东西有品牌的话，你也愿意更加信任它，你也会去买它嘛，对吗？所以这是第一点的。第二点呢，其实我跟我的business partner Dylan 和欢他们我们都有一个理念，就是 good food, good people, good journey。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跟刚认识的朋友，我们都会坐下来聚餐，吃东西边谈边吃非常的愉快，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合作一些小小的东西、小项目，不用就是 commit 很大量的这个资源，还有人脉时间去做一个大的东西，不用的，就从一些小事，我们就能大概知道大家有默契嘛。诶，如果大家有默契，我们就可以开始踏上一个我们所谓的 good journey， 我们去做一个好的事情就是从小开始，慢慢的去跟身边的人培养默契，人家也会觉得很舒服嘛，就不要好像我刚认识你就要跟我结婚这样子的感觉。对，我们要有一个热恋期，慢慢这样 plan 我们的人生，这样是对这一点。然后你刚才有提到我们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嘛，这个很重要。海纳百川很重要。因为当你真的有打开你的心房去接受各方面人的意见其实对方也是感受得到的。他觉得哇，这个人性格很好诶，我觉得我更想要去给他机会提拔他，或者是我更想要跟他配合去做某些东西。你能吸引到的机会会比其他人更多。对，就你吸引到的不是快钱，而是可能很长远的合作机会，可能是更多的可能性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一个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怎样让更多人喜欢你。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要懂得读空气。读空气因为我喜欢日本文化其实读空气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文化来的，几乎每一个日本人从小都要懂得读空气其实从字面上意思好像很难懂，对吗？但是其实它的意思是，当你去到一个环境，你要大概先看一看，诶，这个环境大家是一个怎样的人，什么性格，他们谁比较讲多点话，谁现在的那个气氛紧张吗？还是比较和谐的一个气氛吗？诶，其实连我的也是讲回我的儿子还没到3岁当我和我老婆拉高声量去讲话的时候，他会开始在想其实父母是不是在吵架的？他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你懂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读空气。所以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懂得读空气他能很快的知道，诶，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如果不用我讲太多话的话，我就静，OK。但是如果需要我去贡献我的观点的话，诶，这时候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人家会觉得哇，诶，很好，很事实啊。所以我觉得读空气是一个小技巧，是大家可以多运用在生活中的。那么哈比市面上有很多的成功学，很多的 guru， 那么你觉得有什么是年轻人需要小心的吗？其实年轻人呢就尽量的保持人间清醒，然后尽量的在这课堂上不要做重大的决定那就可以了。哈比，你认为对年轻人来说，留在马来西亚发展还有前景吗？你怎样看待马来西亚的前景呢？马来西亚政府总算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优势了吧？就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当中，我也觉得他们可以持续成为这个受益者啦。
所以这个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经济现在应该是在走上坡的一个阶段。年轻人就是请留步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的话，如果是外国的朋友们其实可以考虑马来西亚这一个地方来发展啦。先不要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很繁荣很多这个物质上的这个东西其实只是足够的，马来西亚是足够的。我们有很美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很好的这个很好的公司在这里，很多跨国企业都来建立新的工厂，还是设立新的总部在这里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呢到底我们的环境够不够多元化 ？OK， 所以多元化可以是在食物上面我们国家真的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基本上什么国家的美食这边都能找得到然后第二呢，多元化有趣的灵魂OK， 我们多元种族的这个环境之下，其实至少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个体验是可以大家互相分享的话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啦。我在这个所以我在这片国土是活得蛮快乐的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没有很卷，在这里呢，你真的可以你可以放慢脚步得来，还可以得到蛮有品质的生活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好的一面，然后继续的自我增值那其实在这个环境下，真的有很多机会可以发掘出来的。最后，对于有些年轻人可能正处于职业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正在做着人生重要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不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或者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我给你1个亿美金，你会接受吗？接受。 OK， 条件是你只能多活24小时，一收下美金之后，你就只能多活24小时，还接受吗？这没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呢，其实你能在明天早上醒来，比1个亿美金还重要，还有价值，对吗？所以其实我想说，跟大家说，要感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还能早上很健康的醒来，对，所以想带出的 point 跟大家说，就是越感恩越幸运。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去谢谢我身边的人，谢谢主持人 Brian 愿意跟我披荆斩棘的 business partner 欢和 Dylan， 当然少不了一起乘风破浪的Buttons 们，Eileen、Claire、Evia、Mengit、千灵、K、Effie、Aaron 等等，拥有利他思维的生意伙伴，很 steady 的客户，信任我们的投资者，愿意让我们投资他们公司的企业家们，三观一致的朋友，到今天还有各方面都还 support 着我的父母。每天带给我满满幸福感的儿子和女儿，还有当然这些年来跟我一起吃过酸甜苦辣的老婆宝宝，当然也感恩自己今天身体健康。最后少不了可以听完这么长的 podcast 的大家，谢谢你阿 B，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我是 Gary Samadas。